如果不是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那份2025年的年度报告老老实实地摊开在公众面前，估计绝大多数人压根儿不会知道，王一博又悄无声儿地干了件挺有分量的事。明细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他以个人名义捐出了整整200万。这钱不是什么品牌方划拨的营销预算，也不是粉丝后援会凑的应援款，而是他自己真金白银从私人账户里划出去的。说句实在话，刚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心里就涌上一股挺复杂的感慨。在现在这个恨不得连喝杯咖啡都要发条9宫格的时代，200万的善款居然能藏得这么严实，这种做了就翻篇的洒脱，反倒让人有点不习惯。可细细一想，这不正是公益最该有的底色吗？帮人是本分，不是生意，没必要非得敲锣打鼓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有多善良。咱们平时在热搜上见惯了那种捐个10万8万就要买10几条热搜通稿满天飞的阵仗，好像不把我出手了这4个字刻在脑门上，这善举就不算数似的。可王一博偏偏反其道而行，200万砸下去，连个水花都没激起，微博静悄悄，采访没提过，连工作室的行程表上都找不到半点痕迹。这种闷声做大事的反差感，说实话，比他在舞台上又哭又拽的舞台反差还要抓人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娱乐圈里从来不缺会做公益的人，但缺的是那种把公益当成日常习惯，而不是当成公关筹码的人。不靠热搜刷存在感，不拿善款立人设，这种近乎固执的沉默，其实是一种特别高级的清醒。他知道流量来得快也去得快，但真正能留得住的，永远是做事的底线和人心的秤。如果你稍微翻翻他这几年的公益轨迹，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一部实打实的低调行善编年史。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21年河南暴雨那阵子，当时全网都在盯着这位河南籍的艺人，甚至有人带节奏酸他不捐款，冷血，只顾着商业变现。可后来的事实真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人家早就捐了300多万，而且趁着剧组好不容易给的假期，一个人闷头扎进灾区当志愿者。那时候网上流传的现场画面里，他浑身湿透，脸上一副疲惫到极点的神情，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皮划艇扛沙袋，全程口罩帽子捂得严严实实，生怕被镜头认出来。跟其他民间志愿者一样啃冷盒饭睡水泥地，面对外界的质疑，他也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我是河南人，应该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依然觉得挺触动的。灾难面前，那些愿意放下身段卷起袖子干脏活累活的人，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包装，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回应。这种不张扬不炒作的踏实劲儿，比任何精心打磨的公关稿都来得有分量。其实除了这次被年报意外曝光的200万，他在2025年还默默做了不少事。比如支援香港大埔火灾的专项捐赠里，他又额外掏了100万。更难得的是，他长期通过第三方公益渠道资助偏远地区的贫困学生，甚至悄悄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打过款。这些项目大多连个公开的新闻稿都没有，很多受助的孩子和救助站的负责人过了好久才辗转知道捐款人是谁。每次读到这些细节，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挺微妙的敬意。倒不是因为金额有多大，而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善意，在当下的环境里真的太稀缺了。很多人做公益是为了被看见，但他做公益好像只是为了事情该这么做，不追求曝光度，不指望感恩戴德，只是 quietly 的把该补的缺口填上。这种把善良内化成肌肉记忆的状态，真的让人挺佩服的。毕竟锦上添花容易，雪中送炭难，而连雪中送炭都不留名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王一博以前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，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。乍一听挺像一句宣传口号，但你把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串起来看，就会发现他真是一字一句在往地上砸。真正的善良，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精心排练的表演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下意识反应。在这个什么都要包装，什么都要营销，连呼吸都要带数据的年代，他这种浓墨重彩的做，轻描淡写的说的态度，反而成了一种难得的长期主义。我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，流量本身没有对错，关键看你怎么用它。有人把流量当提款机，有人把它当扩音器，而他选择把它当成一块压舱石，稳住自己，也拖住别人。不喧哗，自有声。这种把理念熬成日常行动的定力，真的不是随便谁都能装出来的。他需要长期的自我约束，也需要对公众期待的一份敬畏，更需要在诱惑面前守住那条看不见的线。说到底，流量这东西，今天可能是你的，明天可能就不是了，但人品和做事的底色是藏不住也洗不掉的。
王一博用一次次的低调善举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的偶像不是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就完事了，而是在社会需要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，哪怕只是默默递上一块砖，搭一把手。不张扬，不炒作，不拿善意当筹码，只用行动一点点往外转温度，这样的正能量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也才值得大家长久的追随。每次看到这类消息，我都会忍不住想，大众追捧的其实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神坛，而是那个在泥泞里依然愿意弯腰，在聚光灯外依然选择善良的普通人。王一博的静音模式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更深的担当。在这个喧嚣的让人耳鸣的时代，能守住这份安静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力量。而这样的力量，恰恰最不该被流量反噬，也不该被轻易遗忘。